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浅谈李沁和李沁的3个绯闻男友，从校草到石家庄之光，再到戏疯子，曲爸曾交善财福，装成美贝秋娘肚，梨园弟子白发新，交房阿坚青娥老。今天和大家聊的是鸡腿姑娘李沁，也被韩国老百姓称之为中国妖精。讲真的，一开始我看李沁并不喜欢她，就是觉得她长得挺妩媚的，算不上好看的那种，眉眼间特别会传达感情。后面我才知道，李沁是唱戏的，唱昆曲的，每天都会练习眼神和嗓音。也因为唱戏的扎实功底，让她在演戏上无论多辛苦，都会坚持下来。李沁出道14年，至今出演了31部电视剧、16部电影，一共是47部佳作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依然不能一部一部和打击分析，但是可以跳出来10几部非常好的和大家聊一聊。像《红楼梦》中国1921、守望天空、璀璨人生、千金归来、花开半夏、有效期限、爱上你、如果我爱你、极品新娘、情满雪杨花、幸福归来、白鹿原、楚乔传、如懿传、斗破苍穹、庆余年。锦绣南歌在一起狼殿下，从爱情到幸福，爱上特种兵，海上繁花，电影神奇侠侣致青春，原来你在这里，微微一笑很倾城，诛仙衣，中国机长，温暖的抱抱等。在《红楼梦》里饰演的是年少时期的薛宝钗。我小的时候是不喜欢看4大名著的，除了《西游记》，但是在高中以后就非常喜欢看文学气息的影视作品。在看《红楼梦》的时候，单看名字就感觉不像是正规的电视剧，看了1集以后，发现怎么都是女的，没有男的。再看，找到了一个男的，就是贾宝玉。当时我就感觉贾宝玉也太幸福了吧，家里都是姐姐妹妹的，就他一个男人，大家都在照顾他，把他当成至上的宝贝。他也和多个姐姐非常暧昧，直到遇见了林黛玉这个娇妹子，他才感觉到自己是真正的男人。但是家里的长辈用计谋让他娶了性格上相对来说坚强乐观的薛宝钗。看到结尾我才懂，为什么这个电视剧叫《红楼梦》。在《守望天空》里饰演葡萄，她是一个很能干的女孩。母亲离世以后，她独自照顾孤独症的哥哥和还在上学的妹妹。为了家庭，她做了很多份工作，对自己从来都是能对付就对付，但是在照顾哥哥和妹妹上，她从来不含糊，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女孩。在《璀璨的人生》里饰演于妃。说实话，我觉得于妃挺无辜的，本来应该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小公主，却被爸爸前女友调包，成了穷苦人家的孩子。从小就知道照顾母亲，帮母亲干活，但是母亲看见她就如同看见了爸爸现在妻子，所以对于妃是各种挑剔。但是于妃还是非常爱她的妈妈。多年以后，因为一场亲子鉴定，于妃知道了自己的身世，开始崩溃，因为她终于知道20多年前自己认为的亲妈妈竟然不是自己的妈妈，而那个对自己拳打脚踢、恶语相向的女人是自己的亲妈妈。她觉得自己好累，好崩溃，于是就轻生了。好在被自己的未婚夫救了下来。在《千金归来》里饰演沈长卿。沈长卿这个角色，我觉得是反转最帅的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在他被后妈弄得过敏窒息，差点就死过去以后，他就决心要报复，因为他还听到了自己的母亲是被这个后妈和后妈的孩子害死的。从沈长卿决定报仇的那一刻起，我就觉得很爽。他一直不理解自己的父亲为什么一直相信后妈和后妈的孩子，直到一天他偷听到秘密，才知道原来现在这个父亲是禽兽，也不是自己的亲生父亲。自己亲生父亲是从小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叔叔。经历生死以后，决定报复一切，甚至是放弃了自己的真爱。在《花开半夏》里饰演夏如画，
这个角色我一开始是不喜欢的，因为他和哥哥夏如风明明就没有血缘关系，两人从小一起相依偎长大，明明就是互相深爱，可就是如画和学校的校草谈恋爱，哥哥和暗恋的同学谈恋爱，两人心爱却不能在一起。这样的关系持续到了外婆因病去世，两人控制不住了心里那份感情，也确实只有两人在一起才是最有安全感的。就这样两人相爱，但是哥哥为了能给他好的生活，做起了黑道的生意，无意间被黑道的大小姐相中。哥哥为了挣钱，又为了平衡好这份感情，做了很多努力，最后为了救之画去世了。在《如果我爱你》里饰演安宁，安宁是一个演员，她出身名门，但是演艺道路一样不顺畅。奶奶不理解，奶奶觉得她像演戏的想法根本就是在侮辱家族，总是对她恶语相加。她有个青梅竹马的哥哥，对她很好，一路都在帮助她，可她对他只有哥哥的感情。在《极品新娘》里饰演糖豆豆，糖豆豆被称为豆腐西施，她一心就想当状元一品夫人，所以18岁了还一直未出阁。在古代18岁就是老姑娘了，于是就招来了很多口舌。辗转之下，她嫁给了一个智商不健全的男人。她不知道的是，其实这个男人以前是天才。在《情满雪杨花》里饰演叶明珠，她是一个落难的公主，虽然家道中落，但内心里却很阳光，和从小相识的男主相爱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是一笑而过，最后通过努力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。在《幸福归来》里饰演于幼薇，她其实才是真正的千金。在年幼的时候，因为坏姑姑设计的圈套，导致她失去记忆还受伤了，但是爸爸遗传给她的本领还在，很小的时候就展现出了翻船手的能力，和男主误打误撞的相爱，却被假千金挑拨。在《白鹿原》里饰演田小娥，当时知道李沁饰演这个角色的时候，我有点不太相信，因为李沁的人设就是清纯女星。我记得电影里的田小娥是风骚妩媚的，不断寻求男人来得到安慰的。当看到了李沁饰演的田小娥，确实让我很惊喜。在《楚乔传》里饰演元纯公主，刚开始出场她是有自信的、可爱的、古灵精怪、善良的小公主，但是惨遭变故以后，在婚礼上自己的夫君造反，再加上被坏人给玷污，她开始痛恨一切，变得只有仇恨，只想着报复，一步步走向深渊。在《如懿传》里饰演韩湘剑，韩湘剑就是从新疆过来了的香妃，和《还珠格格》一样，刚开始过来是心有所属的，并且对皇上非常冷淡，但是皇上却十分的宠爱她，而且还极力的讨好她，但是她都无动于衷，甚至喝药自杀。之后为了生存，听从皇后娘娘的话，还是决定潇洒的过一生。在《斗破苍穹》里饰演小医仙，这个动漫大家应该都看过。小医仙是一个十分灵动活泼的女孩，她是萧炎的红颜知己之一，很感性。她会为了陪伴自己多年的狮王离世而哭泣，也会为喜欢的人付出所有。在《庆余年》里饰演林婉儿，林婉儿从小身体就很弱，经常咳嗽、吐血，和男主因为一个鸡腿结缘。和男主相识以后，她好像就被打通了任督二脉一样，开始对生活有了希望，并且为了男主，她是上刀山下火海。在《锦绣南歌》里饰演沈离歌，在这部电视剧里，李沁出演的角色不再是傻白甜了，是非常有气魄的女主，被欺负了会立马换回去的大小姐。她也是沈家将军的嫡女，实际上在她心里一直都在密谋着一件大事。在一起里饰演李天然，在武汉疫情最严重的时候，她依旧是乐观的在一线上奋斗，大环境很紧张，但是她却每天激情满满的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她是做急救工作的，后面组织把她调到了 ICU 里面工作。在《狼殿下》里饰演马摘星，马摘星是夔州城主马英的女儿，生性洒脱，
喜欢结交各地朋友。年少时，摘星与郎子相识，成年后又被他所救。摘星战袍加身，帮助郎子从狼群中找回人性，也让他们的心靠得更近。在《海上繁花》里饰演杜小苏，杜小苏是一个初出茅庐的设计师，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成为了实习记者。他爱的人因为他去世了，在两人相爱正浓的时候被无情拆散，男友承受不住打击，离世了。这时候男友的哥哥，也就是男主回来了，要替自己的弟弟报仇。在中国机长里饰演周雅文，她是5号位乘务员，负责后舱部分的。她的权力是掌控着整个后舱，还负责飞机上旅客的餐食。飞机颠簸当中，不幸被撞击昏倒了，在所有乘客和同事的呼唤下清醒过来。李沁没有官宣过自己的恋爱，但是她的绯闻倒是有几个，一个是军艺小草杨洋，一个是胖手小生邓姓男星，还有就是戏疯子金世佳。和杨洋是在拍摄《红楼梦》的时候相识，在花开半夏的时候相恋。据悉两人都是对方的初恋，只是这段感情是不欢而散的。之后李沁和《爱情公寓》里的展波相识，就是金世佳。刚开始李沁认识金世佳的时候，就觉得他这个人很好玩，一来二去，两人就从朋友发展成为了恋人。只是这段感情被爆出的时候，很多人不看好，因为金世佳没什么名气。不久李沁和邓传出了绯闻，起初也是很甜蜜的，但相处越来越久之后，发现两人的三观一点都不合，并且还有点越来越远，两人还经常吵架，于是就选择还是退回好朋友的位置，朋友更适合对方。不管真相如何，李沁和这些绯闻男友都没有承认过。我还嘱咐李沁每天开开心心，事业顺利，生活顺心，身体健康，6·1快乐。